大家好，我是王维。今天呀，咱们从八达岭往西一路前行，接下来这段路比关沟段可平缓多了，但留下的铁路遗存啊，一点也不比关沟段少。您看，这是八达岭车站西边的岔道城南42号拱桥，至今几乎没怎么变样。为了关沟段的大功率山道机车的运行，当年这些桥梁的载重啊，就比南口以南和康庄以北的桥梁要高得多，轴重是50吨。说到这儿，我还想跟您分享一件有意思的事儿。在关沟段，不同功率的机车呀，会有不同的牵引定数。比如说，现在咱们乘坐的东风4型机车，上山的牵引定数是450吨，大概相当于7节客车的总重。超过这个重量呢，就需要加挂补给了。您猜，从京张铁路通车至今，上山牵引定数最大的是什么车型？嘿，我跟您说吧。是100多年前的马来4型机车，上山550吨，下山1100吨。至今啊，在关沟段的牵引定数都是最大的。另外呢，那会儿的运行规则跟现在不太一样，这推板运行啊也不常有。从西直门往北的列车到了南口之后，前边运用于平道的普通机车摘下来，尾部挂上关沟段专用的山道机车，将列车推送上山。所以在老师傅的概念里啊，尾部推进运行的那台机车才是关沟段的本务机车，在前面拽着的是补机。当然，到了1980年代蒸汽内燃迭代的时候，这个机车位置的称呼才改到现在这样。咱们现在已经运行在全长3.3公里的八达岭到西波的区间了。早先那会儿啊，没有八达岭车站。所以这儿呢，原来是全长5.9公里的青龙桥到西波的区间。这附近曾经有一个第8号保险道岔。您别看这边这坡度小多了，列车的速度也提升了不少，但毕竟还算长大下坡道，还是得提防这列车啊放羊溜山。我在这一带田野考察的时候，曾经发现了1909年的龙潭沟44号桥，这是一座跨度3.048公尺的单孔拱桥。我在现场对着老照片一看，从桥身到堰翅再到排水沟，所有的石块几乎都没有变化，保存极为完好。关键它还过火车，是正经八百的活文物。我在2018年10月29号以公民身份向延庆区文物部门递交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。到了2019年4月16号，这个部门组织了文物专家和铁路公司的人到这现场来鉴定。当年7月。这座桥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其实文保这件事儿，我从2006年就开始实践了。当年是保护下了西直门水塔上的中华民国7年7月建的罗马式券门。后来我得知每位公民都可以递交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，甭管您是不是产权所有者。所以我想，我不仅要拍摄这些铁路遗产，还要积极影响被受物的命运。尤其当我发现很多珍贵的铁路遗产被无端的拆除，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痛心，而我又发现，甭说是递交文物申请的速度赶不上拆的速度，就连拍摄的速度也赶不上了。我也知道自己能力范围有限，但我还是要尽己所能，将我的行动主义纪实摄影进行到底，以此影响更多铁路遗产被保护。前面马上就到西波的车站了，这儿的坡度啊是11%。在进站之前，咱们先会经过西波的45号桥。这是一座每孔跨度6.55公尺的5孔上承式钢板梁桥。1997年的时候，为了给高速公路让路，所以那座老桥就被拆了。那些100多年前的废桥墩，至今还躺在附近的草丛里边。看见站台了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西波的车站了。这座车站在2011年就废弃了，但是我呢，通过个人的努力，改变了这座小站的命运。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咱们今儿啊就先聊到这儿，明天咱接茬边走边聊。